四方台台四方，四方四方四四方。奴才给您对万岁爷爷万岁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纪晓岚邀请乾隆跟和珅到戒台寺游玩，三人烧香礼佛完毕后，乾隆突然想到了一个上联：四方台台四方，四方四方朝四方。乾隆让纪晓岚对个下联，这自然难不住大清第一才子。可他见和珅一直在那使眼色，于是便将这个机会让给了他。和珅由于书念的不多，说是需要把朝四方改成四四方才能对出一个绝妙的下联。乾隆不想难为他，便答应了这个请求。随后和珅便立马说出了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下联。乾隆闻言是高兴坏了，然而纪晓岚却在一旁直作夸赞和珅这马屁拍得可真好。这下终于让乾隆找到了借口支走和珅。他知道纪晓岚是来这查案的，于是便以讽刺同僚为理由罚他去后院种树，还赏赐了和珅一个新的官职——监种。何谓监种？就是监督他种树，不让他偷懒。和珅听后高兴得像个300斤的胖子，他好不容易有机会看死对头的笑话，于是立马催促纪晓岚去挖坑埋树苗。纪晓岚见和珅悠闲地坐在那哼小曲，顿感心里不平衡，当即放下铁锹让和胖子来帮忙挖底下。可是和珅却在那幸灾乐祸，嘲讽老纪是不是晚上太用力把身体给掏空了，说着便催促他赶紧干活，还洋洋得意地表示第一次做这样的官。皇上封我为监种，监督你老纪种树，好好挖，好好种吧你。纪晓岚由于腰不太好，再加上被和珅给气着了，索性撂挑子不干了。和珅这时走到他身前，说自己刚才在地上随手一画，却划拉出老纪你一辈子的命相，一边说还一边写给他看。方方的院子里有一个人在种树，这困字就应了你一辈子的命相。和珅这次终于报了上回被老纪说困的一箭之仇。然而纪晓岚也立马想到了反击的办法，只见他快步走出院子，说现在里面只有你一个人了。方方的框中一个人，什么字？囚，囚犯的囚。和珅吓得急忙跑了出去，站在院外催促老纪赶紧干活。纪晓岚在笑了一阵后，也终于回去给和珅挖坑了。哎，何大人，你怎么跑出去了？不是，我就在外边，我进来，我求，我就在看着你，我在这监种。与此同时，小月这边也火急火燎地拉着乾隆来找方丈，而方丈由于受纪晓岚委托，便将庙里最近出现的一些怪异事件告知乾隆，说附近最近来了一个村汉，可他却自称活佛转世，而且在官宦的帮助下大肆收揽教徒，每天有上百人去他那看病并观看佛光，这让乾隆非常震怒。他刚准备去一探究竟，可和珅跟纪晓岚却突然走了进来，乾隆于是便指派2人去调查此事。小月担心和珅遇到危险，也请求一同前往。随后3人就立即前去调查。在下山的路上，和珅还将纪晓岚种树的事情告诉了小月，并向他炫耀自己对出的下联。可是没想到竟遭到对方的嘲讽。就这个拍马屁嘛！纪晓岚夸赞小月说得好，就连路边的马都在和珅旁边放了个响屁，差点把3人给熏晕过去。看我干什么？又不是我放的，是牲口放的，牲口也放屁。哪头牲口放的？偏在我们面前放，太臭了。马为何放屁啊？是那头大马放的，大马放的屁。纪晓岚这时突然哈哈大笑，说咱们3人刚才对出了一幅绝妙的下联。在跟2人解释了一番后，纪晓岚还特意让和珅念出来听听。马屁和马屁，马屁马屁大马屁。嘿嘿，好联好联。好啊，老纪，你是变着法的骂我。好，何大人，我可不是这意思啊。3人就这么打打闹闹的来到了西风寺。纪晓岚一进来就闻到了一股奇异的味道，于是便询问2人有没有闻出什么。我们又不属狗，闻不出来。哎，我闻着像是一股子的松香味儿。对，是松香味儿。纪晓岚这时又在地上发现了一些松香末。什么都讲闻，真是属狗的。纪晓岚哪能忍受和珅的如此嘲讽，当即还以颜色。你甭看你长了一双金鱼眼，可是你是瞎目虎眼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你长了个鼻子呢，鼻子也不济。你呀，瞎眼烂鼻子。你是瞎眼烂鼻子啊！别跟着起哄。和珅被2人气得受不了，急忙逃出去吃东西，而纪晓岚则是向环卫工人打听消息，询问他附近有没有一位4根手指头的人。有啊，任工头。纪晓岚好像明白了什么，随后就急忙去追贺胖子。和珅也刚好闻到了豆腐脑的香味，于是急忙去填他的胖肚子去了。哎，何大人，你这才叫狗鼻子呢，闻着香味就去啊！而纪晓岚则是去附近观察观音像，他将如何破解这观音像出土的奇异现象。